欢迎来到手动对焦。今天来聊一下影后好了，前阵子蛮红的影集，有点久了，但我文本很早就写了，就还是拍一下。先声明一下，这不是影评，这是我的个人心得分享。刚看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值得谈的亮点，主要是因为故事主题不是合我口味吧。另外一方面，还有觉得角色行为很多都不太理解。但直到我刷到了一些片段，然后把12集的内容重新串在一起之后，突然发现一切都合理了。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很想要认真的讨论一下这部影集，即使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风潮。今天我会从角色动机切入，来聊一下这个故事。去研究角色动机是我在观看影视作品的时候常用的做法，因为角色在事件中的行为跟动机往往是故事想要表达的核心。行为我们都看得到，但动机需要我们去探索。今天我想要着重聊艾玛这个角色，逆风的帮她平反一下。我先说结论，我不觉得艾玛是绿茶，我觉得她就是直线条、少根筋的恋爱脑。也许她就是完全对应周凡这个角色。为什么这样说呢？等一下我们就细数一下艾玛她的行为，就会发现其实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那首先就是最一开始的转折。很多媒体会用黑化来形容，就是那段眼睁睁看着自己拼不到的角色，他的朋友拿到了，但是他的朋友一点都不珍惜，更不用说他的朋友是靠关系才拿到角色的，所以他的嫉妒情绪是合理的。延伸到后面，他去找导演，不择手段的想要抢到那个角色，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他的行为是很直接从他的情绪出发的。那你能说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心机吗？或者说这算一种绿茶的表现吗？当然，如果在讨论这之前，他代替朋友去试镜，就可能比较值得玩味了。如果说这一段的处理，导演没有特别带那颗特写，就这样子让艾玛误打误撞的走进去，是不是感觉会不太一样了？这个镜头老实说不难理解，就是整段故事的转折。但这个时候艾玛她在想什么，我觉得蛮值得讨论的，这边就抛给大家去思考。接下来就是我说她恋爱脑的部分了。一开始她有一个完全不懂她的男朋友嘛，他们去看电影，艾玛在分享她的偶像有多厉害，结果她的男朋友想的是吃卤味。从这样的情节就能感受到他们能在一起真的是蛮厉害的。再加上后面男友的一系列冷暴力都没有让艾玛想分手，是直到后面发酒疯艾玛才搬出去。我是真的觉得这样子算蛮有爱的吧。那因为这段感情，她之后遇见了看见自己才华、懂她的导演，直接大晕船，为了跟导演在一起去勾引导演，这也不是蛮符合我刚刚讲的直接从情绪出发的行为吗？这是我个人解读啦。我知道很多人对这段剧情的理解是勾引导演是为了拼上位，不是我所说的恋爱脑。但其实观察剧中的导演制作人的权力关系，我相信现实中也是这样啊。其实不难看出跟制作人把好关系比跟导演关系好还要重要吗？那对于看不出这一点的艾玛，她能说是心机吗？她难道不知道导演是她经纪人、制作人的老公吗？她不怕被发现、被冷冻吗？还是她因为上一部片的影响，所以她觉得跟导演的关系好很重要？但她已经拿到角色了吧？所以为了拼角色去勾引导演，这个动机真的成立吗？所以我更偏向艾玛，她是一个为了爱情不择手段的人，会不会就跟早期的周凡有点像呢？对周凡的描写是从成名之后开始的嘛？不过也有提到一些跟导演睡的风流史，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应该是跟周凡有相似之处。那最后就是直播冲康前辈的那段嘛，这边就像我最一开始讲的，我一开始是完全不懂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像为了戏剧效果做的。但后来我看到了第一集高跟鞋踩8次的那一段，这不就是完全在报复英英姐吗？加上他片场有时候讲一些很白目的话，他在洗手间跟艳芳姐的互动，甚至是直接问周凡是不是因为他被说是小周凡所以讨厌他，这边都能看得出艾玛她是一个有仇必报而且有话直说的人，只是剧情没有特别从艾玛的视角描写这一段，不然其实就是周凡的形状吧。周凡在剧中也是有话直说，然后很任性、不社会化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想的没错，艾玛她是真正的小周凡，人设上是有对应的。所以你要说艾玛她很绿茶、很心机，我并不这么认为。
大家会这样想，也许是因为被网络媒体带风向影响了判断吗？这边我放后面谈好了，绕回去聊《影后》这部影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部片其他的角色的故事线我们都删掉，就以艾玛的成长来当做故事主线，会变怎样？因为我是真的蛮喜欢艾玛这个角色的。那仔细回想会发现，她在整部剧中塑造的都蛮立体的。但是因为在众多角色的故事中，她的戏份被稀释嘛，不然如果琢磨在艾玛的故事线，也许艾玛的角色评价不会那么扁平，至少不会只是用绿茶一词概括。这个假设是可以套用在剧中任何一名角色身上的，套在周凡身上、薛雅芝身上、潘英英身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在看完的时候也才会有那样的评价，就是因为想说的故事太多，反而记不太住前面发生什么事。这部分绝对是选择吧，不是说聚焦会比较好看，而是说路线不一样。现在的形式就是每一集有一个小小的主题，然后有很多角色，每个角色讲一点东西，然后点到为止，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松松的、舒舒服服可以下饭，就不会像是后羿弃兵还是华灯初上那样，就是很紧凑、很扣人心弦的路线。那我也想提出这个假设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个角色的内容都蛮多的，有些议题很大，但这样子小小的蜻蜓点水就很不过瘾。举例来说，壁虎哥的故事线，他前期表现是一个很油条、很圆滑的经纪人嘛，他能力跟手腕，还有旗下艺人的难搞程度，都是观众看得到的，所以他后面萌生退役，我们是可以理解他的，虽然铺陈有点少。但问题是什么？我们最后看不到他决定回归的挣扎，他就突然因为放不下2名艺人就回来了。当然啊，壁虎他不是主要角色，但其实这就是我说不过瘾的感觉。每个角色的故事都可以很有趣、很有机，但是碍于篇幅的关系就稀释掉了。另外还有前几集我们看到艾玛她要拿到一个角色有多不容易，但也就到此为止。他不择手段的拿到一个角色之后，视角转向柯丽芬与导演母女的剧情，直到艾玛得奖，这中间稀释了艾玛的故事线，导致艾玛在剧情中给人绿茶的形象，好像抢了柯丽芬的奖，然后我们只看见她的天分，看不到她的努力。这点看回去就会发现，这整部剧好像不是在讲演艺圈演员的职人剧，我们看不太到演员有多辛苦。剧中描绘的就是天气很冷，还要待在水里。吃酸掉的菜，脚受伤还要跳舞，演尸体要被踩，被金主性骚扰，这些印象其实都很浅薄。像我的话，可能会期待说看到他们做哪些角色功课，让他们可以成为影后，他们跟别的演员差在哪里？可惜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些吧，或者说看得很少。角色们的实力几乎都是靠台词去烘托的，像是他太厉害了，演得太好了，他得过什么奖，这些台词去塑造影后们的实力。整个人设就像浮云一样飘在空中，很不落地的感觉。对，像艾玛她演南瓜那一段，我就觉得很酷。那段其实就是表现出一位演员他在切换演绎不同角色的瞬间嘛。那个时候就真的能感受到艾玛是一个能力很好的演员，而不是流于台词上。还有很多就不细谈了。这原因我想就是戏剧性、商业性，还有整体路线的考量吧。比如说，真的像我讲的。整部剧从艾玛的视角描绘她的成长，那这样其他像谢盈萱、杨谨华这些影后的戏份大减，能不能有今天的热度，我觉得很难讲吧。整部片也穿插不少喜剧调性，所以可以想象从一开始这部片的定调就是这样的风格，不想要太沉重，然后着重在角色上，就让我想起我曾经感叹过，为什么台湾很少不谈议题，没有什么营养，纯粹靠角色魅力制胜的作品，这不就来了吗？即使有上述的小遗憾，还是会凭借我们对角色们的好奇，把整部剧追完。这些探讨都是事后抽离出来的感受，我相信在当下都是投入的。能让观众投入的剧情，甚至在网络上引起那么多的讨论，那么多人入戏，那它一定是值得一看的作品吧。最后有一点我想吐槽，应该说探讨另外一个，就是行销问题。为什么网络上有那么多的 highlight 片段？这一定是行销企划的一环，也是因为某个片段促使我去看的。我觉得这挺有趣的。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有哪些影集用过一样的行销方式。认真回想起来，就是好像大部分都有，像是《火神的眼泪》有，《雨二》有，《华灯初上》也有。
但我觉得程度应该是有差的啦，有的是连爆点都要直接大爆雷的那种，像是《火神的眼泪》，我就记得殉职的情节是有直接放出来的嘛。那影后也是啊，艾玛开直播那一段，勾引导演那一段都有放出来啊。身为创作者，我应该是不太希望我的作品爆点轻易的被观众接收到。我相信观众也不会想要在看这部作品之前就知道有什么爆点了，就像是预告片不会直接告诉你凶手是谁吧。那为什么最近都流行这样的行销方式呢？而且甚至这样的行销方式有助于收视率增加吗？这边我打一个问号，毕竟没有数据可以看嘛。而且我确实是因为这样去看的。这样的行销模式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串流时代影响了行销企划的改变呢？因为这样的形式其实会比较像以前电视节目那样，或者说 YouTube 片头会放的精华那种，它不是预告，它就是精华。先告诉观众这部影片会发生什么事，让观众为了那一段去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对未来的行销模式是有点悲观的啦。因为就我自己的习惯来说，我不太喜欢先知道剧情。好比今天有一部我非常想看的电影，我甚至不会去看预告，我连文字描述都不会去看。但这种方式已经从传统的电视节目推进到了 YouTube 影片，那连现在的影集都要这样用，会不会未来就轮到电影了呢？这样子铺天盖地的行销模式，我是连选择权都没有的，怎么样都会刷到。那刷到就算了，媒体的下标、内文、注解都可能影响观众对这部剧的思考跟判断，就像前面聊的艾玛那样。所以算发牢骚啦，我对于这样的现象蛮悲观的，我不太希望未来变这样，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毕竟流量至上嘛。如果真的有效，真的有人去看，他们有什么好不做呢？好啦，这段就是我额外的小观察跟想抱怨的事。最后一样抛一个问题给大家，你们喜欢怎么样的预告形式呢？又是什么样的预告形式能促使你去看一场电影或一部影集呢？